燕，这个朱砂红绳是妈找大师专门加持过的，能保你工作顺顺利利，心诚则灵，不然会遭反噬的。大师说了，戴上之后只能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哎呀妈哦，封建迷信要不得，反正 APP 了解一下。再说了，你女儿靠的是实力，可不是什么玄学。哎，我马上面试了，先不跟你说了。下一位，苏沐烟。面试官们，你们好，我叫苏沐烟。苏沐烟，面试不通过，回去吧。副总，这些被否决的简历就按您的吩咐交给人事自行处理。那个正在应聘的女孩，我看过她的简历，可以直接安排入职。是，副总。我这也没有迟到啊，而且我的面试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通过了？你面试还是我面试？我说不过就不过。这最后的名额要是给了你，我侄女儿怎么进来？介绍费都还没捂热呢。李总监，副总看过苏沐烟的简历，她符合公司要求，安排她明天入职。这些核心资料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全部整理完，一份都不能错，错一份就开除。李总监，今天是我入职的第一天，流程都还不熟悉。华生不养闲人，高效率是底线，干不了就趁早离职。这么多活还比不走，哼，不能顶嘴，不能得罪领导，忍住。这是你自己堆积的杂，凭什么甩给我？公司文件合同里写的明明白白，入职第一天只负责熟悉业务，你这叫故意刁难。我靠，我的嘴怎么不听我使唤了？完蛋了，这不是直接得罪顶头上司吗？苏沐烟，我是你上司，工作安排轮得到你质疑？公司规章制度里写的明明白白，滥用职权、分配私人工作是要被记警告处分的。我去，我这死嘴怎么又开始了？你是副总钦点的人，我这是重点栽培你。等下部门例会你也得参加，这是对你的特别优待，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张嘴刚怎么突然不受控制了？难道大师说了，戴上之后只能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是这红绳，是他在逼我说真话。看来我妈说的都是真的。不是说部门小例会吗？怎么这么大阵仗？等会儿把你推上去发言，说不出来，你就等着被赶出华盛。哼，你坐这儿吧。哎，听说这个项目砸了公司大半现金流，还是副总亲自带头。这项目要是成了，公司直接跨个大台阶啊！完了完了，副总怎么来了？这阵仗是集团董事会吧？让我一个刚入职的小卡拉咪来这种场合是要干嘛呀？开始吧，聊聊对方案的看法。副总，苏沐烟虽然是新人，但是他对方案有独特的见解，我特意安排他准备了发言，不如让他给大家讲讲。
原来他早就算计好了。我要是说不出来，估计直接会让我卷铺盖走人。苏慕言，愣着干什么？赶快给副总说说你的想法。我方案，别紧张，如实说。这套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受众群体完全跑偏，只专注于年轻群体，完全放弃了中产客群。还有就是销售渠道太过单一，现在呢已经是互联网发展的高速时代，他们却完全只专注于线下实体经济。像什么某音、某红书、某手，他们的一些直播渠道完全都没有注意到过。以上呢就是我的全部见解。很好，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方案就按照他思路改。谢谢副总。刚才说话的是我吗？这么一看，这护身红绳还挺有用的。一个刚毕业的毛丫头，竟然敢抢我风头！照这样下去，我的位置迟早不保。等着吧，这次必须让滚出华生！副总，人带来了。苏慕言，合作方反馈，你提供的项目报表数据与之前严重不符，盈利数值相差悬殊，这是怎么回事？副总，我早就察觉他不对劲，一定是他为了表现自己，私自篡改数据，破坏公司合作。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必须开除。副总，报表不是我改的，盈利数值的修改痕迹很明显，而且我根本没有发送过那封邮件。您可以查看邮件的后台发送记录，还有文件修改日志，一查就知道。高喜，立刻去查。好的，副总。副总，他是在推卸责任。明明是你收了介绍费，要让自己的侄女进华盛，要故意针对我。副总，我没有，是苏慕言，他怕事情败露，想拉我下水。是不是？查了就知道。副总，查清楚了，邮件是李总监用苏小姐的电脑发送的，修改日志里也有她的操作痕迹，同时还查到李总监的账户上最近多了几笔大额汇款，他私底下接受贿赂，还安排人进入华盛。李烨，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你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有法务部进行追回。高行，你负责对接。是。保安。副总，我错了，副总，我错了。你怎么能每次都说的那么精确？你专门调查过？最近因为一些小事，导致我不得不说真话，我自己都控制不了我自己。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副总，您信吗？你猜我信不信？张口就是实话，还从不说假，带在身边，倒是能省去不少调查的麻烦。下周有个重要的招商宴会，你跟我一起去。什么？副总，我来这种场合不合适吧？这种地方都是您跟合作方的高层他合作的地方，我一个小职员跟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吧？我让你来，自然有我的用意，好好跟着，少说话，多看多听。能有什么用意啊？分明就是想利用我，万恶的资本家！哎呀，副总，
总算是见到你了。您看看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啊，各项技术指标全行业顶尖，质量完美无缺，咱们强强联手，共创辉煌啊！苏秘书，看看这个产品怎么样？您公。张总，这款产品在上个月市监局的质检抽查中就不合格，被责令整改了。您就别在这招摇撞骗，忽悠副总了。你胡说八道！你这是恶意诋毁！副总，您千万别听他一个小秘书胡说呀！张总，现在市监局的公告栏上还贴着整改通告呢。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真要遭不住了，这是想让我成为自动爆料机吗？张总，先把整改责任落实到位吧。哎呀，副总，好久不见啊！哎，副总，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优质项目，投资回报率那是超高啊，保底50%。副总，你看有没有兴趣投资啊？苏秘书，你怎么看？你这压根就是个空壳项目，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业务支撑，就是想先卷一波钱跑路。完了，这下真要死了！你这黄毛丫头，我看你这是故意找茬是吧？哎，副总，你身边这秘书也太不懂规矩了吧？刘总，项目事以后再说，我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失陪了。哎，我就说张总的产品有问题。前几天我还看他公司的人去市监局送礼去了。刘总那个项目我早就听说了，坑了好几个人了。副总身边那个小姑娘嘴是开了光吧，也太准了。以后跟副总谈事情得小心点了，哎，这么个人在身边，谁受得了啊？你这张嘴可比我整个公司的市场调研部和风控部都管用。副总，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睡下好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拆台专业户，这以后我还怎么在公司混啊？同事们见了我，估计都得绕道走了。副总，要不你干脆把我调到基层去算了，或者我干脆找个深山老林隐居算了。月薪10万。什么？做我的贴身秘书，月薪10万，奖金、绩效另算。愿意，我简直太愿意了。副总，在深山老林隐居，哪有给副总打工香呀？我根本就不是图钱，我就是天生喜欢给老板鞠躬尽瘁。副总，您就是我的光，我的方向，我人生的导航。从今天起，您让我绝对不往西；您让我说实话，我绝对不憋屁。只要工资到位，老板你说啥都对。对了，副总，那个五险一金拉满，年假顶格，节日福利不拖欠，这些都可以聊的吧？都可以谈。明天我会让人事部准备好合同。Yes， 月薪10万啊！隐居？以哪门子居？搞钱才是人间理想，老板才是终极信仰。从今天起，我就是副总专属真话挂件，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多谢副总赏识，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专职牛马，以后绝对不会让任何虚假信息蒙蔽您的双眼。小财迷，景深，你猜我带谁来了？妈，你来公司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来自己儿子公司，打什么电话？这是你林叔叔的女儿微微，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性格好，模样也周正。你们俩小时候还见过面呢，你们俩现在都是单身，正好呀，好好接触接触。副总好，我是林微微。听我爸呀经常提起你，说你年轻有为，是商界的楷模。
阿姨说你喜欢吃龙井酥，我特意做了点，你尝尝。我现在不饿。让苏秘书把最新的项目报表拿进来一份。好的，副总。什么工作非得现在处理？沈阿姨，景深工作忙，我是清楚的，我俩不差这一会儿。就你最贴心了，景深啊，像微微这么好的姑娘可不多见，你得抓紧。走。这什么情况？修罗场啊，这是。副总，这是您要的财务报表。妍妍，这份报表做得不错，逻辑严谨，思路清晰，辛苦你了。傅景深是疯了吧？这报表我才刚整理出来，他连看都没看，就说做得不错，还叫我妍妍。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这位是？这位是我的秘书苏沐烟，虽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但是非常聪明能干。我说为啥呢？原来是拿我当枪使啊！老板也太黑了。你什么时候需要这种？我记得你以前的秘书，无论气质还是谈吐，样样都是拿得出手的。副总倒是别致，只不过这秘书领口这么低，怕不是别有用心吧？第一，你的裙子可比我短多了，跟你一比，我这简直就是拖地碗里服了，好吗？我的人，轮不到你指手画脚。景深，我最近工作很忙，没时间处理这些琐事。苏秘书，帮我看看这个林小姐人怎么样，适不适合做傅太太？啊，我吗？副总，这是您的私事，我不方便插手。再说了，我今天是第一次见林小姐，我根本就不了解她，我怎么好评价呀？在我这里没有私事和公事之分。身为秘书，你的职责就是要事无巨细的了解清楚，包括我的人际网。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这是直接把我架在火上烤啊！要不直接吹风彩虹屁？这样既不得罪沈书婉，又能应付傅景深。这位林小姐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曼妙，可是全是科技与狠活呀。这脸是整的，鼻子是垫的，这下巴也是削的，还有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原装进口。她伪装的高学历全都是找人花钱买的，至少谈过26个男朋友。所谓的清纯人设都是装出来的，私下里玩的比谁都花，至少打3次胎。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靠，这金炮，这是随便能往外说的话吗？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你是什么东西，还敢污蔑我？你这个小秘书是怎么回事？胡说八道，故意拆我的台是不是？我看你就是看上我儿子，才这么恶意诋毁薇薇。不是，我，哎呀，是不是真的？派人一查便知。副总，你不要相信他，我在国外一向洁身自好，是他污蔑我。景深，你就这么轻信一个小秘书的胡言乱语？我看你啊，真是被他迷了心窍，故意合起伙来气我。景深，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外人这么诋毁我呀？你这小小年纪，心思怎么这么多？仗着有点姿色，就敢在这里搬弄是非，玷污别人清白，谁给你的胆子？我不是故意的，我本来不想掺和的，是副总非要让我说的。今天
我就替你家长辈好好教教你规矩。妈，你到底要干什么？我看你真是被这个小秘书给迷住了。微微可是林家的女儿，我没让人立刻去查她的背景，已经是给林家面子了。你说呢，林小姐？下次我说话之前，一定把自己嘴缝上。你张嘴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对不起，副总，我不是故意的，以后我一定管住自己的嘴。微微，阿姨知道那个小秘书在胡说八道，你回去好好休息。你放心，阿姨会帮你处理的。好的，阿姨。情况不太好，傅正国最近小动作不少，拉拢了好几个老股东。林家这步棋得赶紧想其他办法，不能让傅正国钻了空子。你不是带着林薇薇去的吗？怎么，你那边不太行啊？我知道林薇薇的履历可能有点水分，但是没想到会被当众拆穿。这个小秘书到底什么来路？谨慎这么护着。副总，那我先走了。妈，景深，立刻让那个苏沐烟辞职，马上！为什么？你还有脸问为什么？林家已经放话要联合几家企业抵制傅氏，你二叔傅正国更是在背后煽风点火，到处说你纵容一个小秘书搅乱公司事务，公私不分。这件事错不在苏秘书，是林小姐自己履历造假。我不管谁对谁错，你二叔虎视眈眈，正等着抓你的把柄。你身边绝对不能留这么一个惹麻烦的人。我的秘书是走是留，说了算。听见了？副总，对不起，我知道我给你、给公司添了大麻烦。你二叔还有林小姐，你要不我还是辞职吧，我不想拖累你，拖累华生。有我在，没人能赶你走。怎么，不相信我？我信的。苏沐烟，你们是谁？要干什么？我们是谁你不用知道，我就是替人给你带句话，识相点儿就自己主动辞职离开华盛，别自讨苦吃。你们是傅正国的人，是他派你们来的。他是担心我在傅总身边待着，我坏了他的好事。他怎么知道？他肯定早就知道我们的底细，说不定还提前在周围安排了人。先撤，话也带到，你好自为之。还真是傅正国！天哪，这你都知道，你也太厉害了！这个海外新能源投资项目稳赚不赔，投资8000万，明年就能回本翻倍。我已经联系好了海外的合作方，只要大家签字，项目就能立刻启动。郑国眼光独到，听起来这个项目很有前景啊！是啊，新能源是未来趋势，早点布局好。这就是个陷阱。所谓的海外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注册地址都是虚拟的，已经被列入了国际黑名单。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啊，轮得到你一个小秘书说话？
你没有资格插手公司的决策。这份合同里还藏着资产转移协议，担保方是你暗中操纵的公司。他根本就不是想投资新能源，你就是想借机转走公司的8000万资产。你血口喷人，谁给你的胆子这么无名？高奇，去查一下合作方的担保资料和担保人的背景。是，副总。小山，一个小秘书胡说八道而已，你竟然真查我？二叔，真金不怕火炼，要是没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的。这8000万的瓜也太大了，傅振国不会趁机报复我吧？别担心，有我在，没人会随便动你。副总，公开的资料很专业，注册文件、资质证书齐全，暂时没有查到与二爷相关的证据。小山，我没想到你竟然只是一个小秘书，捏造这种罪名来陷害你的亲二叔。我这里也有份证据，他苏沐烟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秘书，他私下里多次打探公司的核心机密，我怀疑他就是警队公司派来的商业卧底。华盛绝对不能留这样来历不明的人。没错，如果副总继续包庇他，我们不得不怀疑您的判断力和领导能力。为了华盛长远稳定，必须辞退苏沐烟，否则我们只好考虑撤资。这些都是他伪造的。他上周3晚上还和空壳公司的代表见了面，他还给他转了账。你胡说八道！我上周3一直在公司加班，全公司的人都可以作证。二叔，既然苏秘书这么说了，不如让高姐去查一下。清者自清。他就是一个小秘书，胡说八道而已，有什么可查的？看他这样子，明显被我说中了。但他会不会去销毁证据呀？待会儿把要过的会议书准备一下。副总，陆氏集团的陆总来了，说想和您谈谈合作细节。呀，胡明山，这个就是你经常挂在嘴边那个王牌秘书苏沐烟吧？陆总您好，我叫苏沐烟。陆总，你今天过来是想把我挖走了吗？别乱说话呀！你以为我是人民币吗？谁都想要。我，哎，你这个秘书口齿线啊，我喜欢啊。有事说事，没事滚蛋。别呀，副总，我真的是来谈合作细节的。哎，我听说你这个海外的项目林氏也要参与，那个林氏的千金大小姐好像还对你念念不忘呢。怎么样，副总？一边是门当户对林氏千金，一边是有趣的小秘书，你怎么想？陆泽，你到底是来吃瓜的，还是来工作的？都有啊。当然了，合作嘛是第一位的。看看，小苏秘书，说真的，来我们公司直接让你坐副总的位置，薪资翻倍啊！考虑一下。别随便骚扰我的人。好。苏秘书，好巧啊！听说陆氏集团的陆总想挖你过去，你这消息还挺灵。果然还是苏秘书有能力，不像我，每天只能待在副总身边打杂。毕竟啊，这个项目林氏也有份。林小姐，副总身边的杂事目前还轮不到你来处理。您是林氏项目的对接人，不是副总的私人秘书，请你找准自己的定位。苏秘书你，我只是羡慕你能待在副总的身边，没有别的意思。林小姐，您的茶艺真是日益精进了。
建议您呀去西湖龙井的产地进修一下，说不定跳进湖里泡一泡，明天全市人民都能喝上新鲜绿茶了。苏秘书，你怎么能这么说呀？我只是关心你的前途。好嘴，怼得好。这个项目的利润分成，考虑到林氏后续投入的渠道和宣传资源，我们要求占60%。林小姐，项目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还有前期的风险评估，全都是由华盛集团独立完成的。林氏集团占30%已经非常合理，您现在开口就要60%，是不是想空手套白狼啊？苏秘书，这是公司之间的正式合作谈判，轮不到你一个小秘书在这插嘴论足吧？苏秘书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如果这就是林氏最终的态度，我看这合作也没有继续的必要。景深，副总，你林小姐，华盛的利润给的很合理。是啊，你就不要在这上面纠缠了。3成就3成。行啊，傅景深，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护短？为了小苏秘书，差点跟林氏翻脸了。陆总、副总，这是公私分明，是林氏集团的要求太过分，触犯了合作底线，不是为了我。哦，是吗？可我刚才看呀，你俩一个拼命护短，一个极力解释，这默契。说的呀，太对了。这陆总啊，观察的可太仔细喽。他是我的秘书，不向着我，难道向着你啊？小苏秘书，说真的啊，我的公司现在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薪资待遇这一块，包你满意。更重要的，我那儿氛围好，不像你在这边，每天都要面对母子平身。陆总，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副总这里做的挺开心的，而且副总做事比你靠谱多了。你公司上个季度智能家居的项目漏洞都快赶上筛子了，我可不想过去天天给你收拾烂摊子。那个陆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见了。小苏秘书，你这样太伤我的心了。他傅冰山有什么好的啊？整天板着张家大脸，冷冰冰的，不像我啊，懂得关心别人，还懂得呀怎么让女孩子开心呢。陆总，你是不是太闲了？要不要我叫陆叔叔帮你多安排几场相亲啊？别，申哥啊，我错了，我闭嘴啊。咱们聊点别的啊，聊点别的。近期不是有个刚引进的智能眼镜项目吗？怎么样了？听说他们在找参考数据模型，找的好像是去年的项目。这个数据模型在去年的第3季度已经根据新的准则调整过了，现在引用的是旧数据。如果按旧数据测算的话，会导致总项目的预算至少有20%的偏差。不是，这你都知道？还真是，去年9月份更新过。苏秘书，这你都知道？景深，你这秘书真是宝藏啊！他的确能够发现别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怎么回事？脸有点热，心跳也有点快。微微啊，上次在景深办公室被苏沐烟弄得下不来台，就这么算了？我当然不甘心，但景深明摆护着他，我能怎么办？我倒有个办法，不仅能让他在华盛待不下去，还能让他身败名裂。什么办法？苏沐烟
有一个心直口快的毛病。下一周，邻国那个年轻的整权人谢衍要在江湖半岛酒店举办商务宴会，邀请了各界名流，华上就是其中之一。傅景深肯定会带着他出席谢衍的宴会，那又怎样？谢衍这个人背景深厚，手段凌厉，更重要的是，他极其看重家族的颜面，尤其是他厌恶别人谈论他的出身。到时候让苏沐烟当着所有名流的面，把他是私生子的身份给抖出来。这也太冒险了吧！万一谢衍迁怒了傅家和华胜，放心，谢衍要撒气，会直接冲着苏沐烟而去。傅景深如果要硬保他，会直接被连累，那他在董事会的声望会直接受损。可这……放心，到时候你站出来，代表林氏出面调解，帮傅家缓和和谢衍的关系。傅景深肯定会对你的能力和价值认可，而我嘛，只希望得到董事会的一点点支持。具体怎么做？只要能除掉苏沐烟，让我坐上傅太太的位置，到时候我会安排人这样。等事成之后，我要让苏沐烟在江湖彻底待不下去。景深的身边，这个位置自然就是依他。景深，带苏秘书来见世面呐。哦，也是，这么顶级的场合，他这辈子也就能来这么一次。二叔，你别这么说，苏秘书能来也是傅总愿意提携。真是麻雀飞上枝头，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混进来的。傅二爷，您今天真是话有点密呀。人家川普发推怼人还知道挑挑对象，您倒好，谁的闲事您都要管，比川普发推还勤。我建议您呀，去找王八拜师，学一学佛系，毕竟人家王八能活1000年，你连1000年的零头都活不上。苏沐烟，你别在这儿牙尖嘴利的。你知道今天主办方是谁吗？那可是谢氏真正的整权人。就你这身份，也配在这儿大放厥词？怎么不说了啊？连今天宴会的主人是谁都不知道，也敢来？我当然知道，他就是谢家那个私生子。私生子。完了，你别害我呀！别怕，有我在。他怎么敢？谢衍最恨别人提这个。苏沐烟，你胡说什么？竟敢对谢总如此不敬！你知道你这句话会给华商带来多大灾难吗？景深呐，你看看你招来都是什么人啊！口无遮拦，你要害死公司啊！苏秘书，你要害死景深哥哥呀！谢总，我秘书一时失言，绝无冒犯之意，我代他向您赔罪。我又没有胡说，他本来就是谢家的私生子，而且要说渣，还得是他爹谢老爷子更渣。好了，别说了，没看到谢衍的脸都黑了吗？让他说。谢老爷子明明有老婆有孩子，早年为了开拓市场，隐瞒婚史，骗了谢衍妈妈的感情，生了他以后就不管了。表面上呢，是为了公司过度操劳，要到国外疗养，实际上是得了马上风，在国内待不下去，才跑到外面的。你这是要毁了我呀？什么陈年老瓜你都往外掏，还掏得这么细节。
完了完了，副总，我明天该不会变成人民币碎片，一片一片的飘在护城河里吧？你到时候一定要去记得捞我呀！说完了。副总，你这个秘书挺有趣的。副总，劳烦你还有这个值守的苏小姐去房间一叙。好。废了废了。成了，这次孙武言彻底完了。二叔英明，来。完了完了，这下真完了！这里隔音肯定很好，适合灭口。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完了，该不会真被我给逼疯了吧？苏沐烟是吗？你这张嘴真是100年难得一见呀！哎，就那些陈年破事，我早被恶心透。只不过老头子现在呢，人还瘫在国外，名义上还是谢家的掌权者。我呢，刚接手家业，哎呀，很多人盯着，我只能在明面上给他留点遮羞布。很多事我不方便说嘛。嗨，我早都听说了，那老东西啊，知道自己得病以后，觉得自己的儿子个个都不中用，觉得还是你最厉害，这才把你这个私生子叫回来继承家业嘛。什么老东西啊？那是谢颖的父亲。还有，别一口一个私生子的，小命还在人手里呢。谢总，您就别跟我这小女子一般见识了，我这嘴她不听使唤。哎，都是小事儿，这年头能当着我的面把我心里想骂的骂出来，你呀是第一个，就冲你这份真心，你这个干妹妹，我认了。啊？妹妹？怎么，认我谢衍当哥哥，委屈你了？哦不是那个意思。谢总，您就别开玩笑了。哎呀，我呀看人很准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把东西拿上来。一些见面礼，江湖一些不错的公寓商铺，还有一些小玩具，你拿去玩。我呀以后就护着你了。小玩意儿，是够我躺平10辈子的了。收敛点，口水快流出来了。哎，对了，副总，你们华盛集团最近在接触的那个新能源基建项目，我知道你们的竞争对手天恒集团也在争。是，不过我对华盛有信心。哎呀，不用抢了，这个项目我直接给华盛了，并且谢氏以后在 M 国的资源也会优先倾斜给华盛，就当是给我这个新任的干妹妹还有她的老板一点小小的见面礼。那个项目价值数10亿，而且战略意义重大，没想到他直接就给了。谢总，我代表华盛集团对你表达感谢，华盛集团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大家都看到了吧？傅景深识人不明，一个小小的秘书就敢得罪谢总，简直是把华盛往火坑里推。这个领导能力，如何让我们古董们放心呢？就是，景深也是被人迷惑了，只希望谢总能手下留情，不要牵扯太广。诸位，借此机会，我宣布2个事情：第一，谢氏集团将与华盛集团就 M 国大型生态智慧社区项目达成独家战略合作，以后
在 M 国的项目，谢氏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华盛集团。啊！第二，今天我很高兴认识一位有趣且真诚的朋友，苏慕言小姐。我宣布，从今天起，苏小姐就是我谢影干妹妹。以后在江户，谁跟我妹妹过不去，就是和我谢影过不去。我没有幻听吧？合作给了华盛，还认了干妹妹。华盛这下可赚大了 ，M 国的项目可是块肥肉啊！明明进去之前谢总脸黑的要吃人，怎么出来就变了天了？这苏慕烟到底什么来头？副总护着，现在就连谢总也……这到底哪步走错了？这不可能！他们到底在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哎，苏小姐真是深藏不露啊！刚才多有得罪，还请见谅。早就看出来苏小姐气质不凡，原来是谢总妹妹啊，真是厉害。慕言，可真有你的，才这么一会儿就认谢总当干亲了，怕不是用了什么狐媚手段，靠身体来吸引的靠山吧？还在这装什么清纯？你少给我泼脏水了！你有空盯着我，不如管管你自己。那么着急要嫁给副总，不就是因为怀了个野种，找不到孩子的亲爹，想嫁给副总，让他当接盘侠，好继承傅家的家产吗？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的天，居然是想让副总当接盘侠，真是个浪货！私生活乱成这样，还好意思缠着副总？林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这种女人谁敢要？我生平最讨厌心思龌龊之人。从今天起，谢氏集团及其海外所有企业中断与林氏集团的一切合作。谁要是再敢与林氏，就是与我谢氏作对。谢总放心，我们立刻和林氏解约，一刀两断。早就听说林薇薇私生活混乱，不知检点，果然是真的。出了这种事儿，林家肯定不会再认她这个女儿了。她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二叔，你救救我！都知道还不知道把嘴擦干净，哼，丢人现眼！哎，别说其他家族，我们傅家从今以后也绝不会和你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再有半点牵扯。苏慕言，苏慕言，苏慕言，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林薇薇，你冷静点，别冲动，快把刀放下！冷静！我名声没了，连家也完了。景深，我那么爱你，你居然相信这个贱人！哦，薇薇，你别做傻事，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这样一个小喽啰，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搭进去，这太不划算了。你应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他是你唯一一个孩子了。之前你因为打胎次数太多，子宫膜薄得像一层纸，这次如果再没，你再也不可能怀孕。这哪是爱人啊，纯粹是把副总当冤大头。你没看副总都不搭理他吗？是他自己一直死皮赖脸的缠着副总，这被人玩坏了，还想攀高枝儿，也不看自己配不配。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都是因为你，我要杀了你！苏慕言，你别再激怒他了。我也不想啊，但是我这个嘴，他不听使唤，他有自己的想法呀。我要是完了，你也活不了，让我们一起死！季深，你怎么样了？血，你流了好多血！医生，快叫医生啊！是你自己找死的。既然我得不到你，那你们一起死！
我可是林家大小姐！持剑行凶，杀人未遂。我会找最好的律师团队，让你牢底坐穿。这是你们林家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带走。放开！你快醒醒，你别睡。医生，他伤得严重吗？刀口偏深，不过幸好没有伤到要害。这段时间要好好静养，刀口不要碰水，按时换药。副总，你不该帮我挡那一刀的。没事，皮外伤而已，只要你没事就好。谢谢你，还疼吗？查到点东西，这林薇薇是受人指使才接近傅景深的。是谁？人还没查到。我这边也会安排人一起查的。我知道指使他的人是谁了，是。你知道？木叶，你是想到什么了吗？我刚才没说出来吗？以前有这根红绳绑着，我不得不说真话，根本拦不住。可是现在这红绳，那你们一起死！它断了，他替我挡了那一灾吗？红绳断了，我终于能控制住自己了，再也不用被迫说真话了。他替你挡了一劫，也算是圆满落幕了。现在把它当做一个普通吉祥物就好。对，这外力究竟是外力，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这也未必是坏事嘛。毕竟从此以后说什么，由你自己说了算了。你们说的对，以后说不说真话，都由我自己做选择。这才是我的苏秘书啊！好，那我先去忙，有消息啊，我再通知你。木叶，有空来找哥。好，走了啊。副总，接下来怎么办？医生说你需要休养。是得好好养着。这段时间在医院有护士照顾还好，等出院了，的确需要有人照顾日常起居啊。我可以照顾你，毕竟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这太麻烦你了，你家住的离公司和我住所都不算太近，来回奔波的。我可以的，没关系。这样吧，我家的客房一直空着的，离公司也近，你可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搬去总裁家，这也太暧昧了吧？但他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我搬过去，这不合适吧？只是方便你过来照顾我，也方便处理一些紧急工作，这些都算是工作的延伸，月薪翻倍。我家别墅有单独的客房，不会打扰你的。翻倍？不行不行，苏沐烟，你要矜持，不能为了5斗米折腰。这只是权宜之计，我绝对会尊重你的个人隐私空间。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妥的话，我也只好请临时护工来照顾我。只是陌生人来家里始终不太放心。好吧，那说好了，我搬过去是为了照顾你和为了工作才过去的，不是为了别的。而且我们要约法3章。好，都依你。你的房间在2楼左手边，里面的日用品我都帮你换过了。如果你缺什么的话，也可以跟我说。谢谢副总。在家就别叫我副总了，替了身份，
要不叫我名字？那景深。接下来聊聊你的约法三章吧。同居守则第1条，工作时间外不得打扰对方私人空间。第2条，有任何需要帮助的都可以直接说，但要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第3嘛，这个我还没想到。可以，我都能接受。另外，你也是这个家的主人，不用太拘束。好，那晚安。晚安。我的天，这身材是真实存在的吗？这锁骨，这肌肉轮廓，绷带怎么好像也变得更让人遐想了？等等，我在想什么？苏沐烟，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你洗好了？那个，我洗好了。傅景山。你是要去洗澡吗？你伤口刚好一点，刚从医院回来，可以吗？我正想跟你说呢，医生叮嘱我伤口不能碰水，但我的确有简单清理身体的需求，只是一只手恐怕不太方便。等等，这意思是让我帮忙帮他洗澡？这绝对超出约法三章和正常社交距离100条街了吧？不过你也累了一整天了，我一个大男人忍忍就过去了。只是我的确没试过没洗澡就睡觉，恐怕今天晚上睡不好了。要是伤口发炎的话，明天还得折腾你一下，不想让你那么麻烦，更不想让你心里过意不去。他看起来真的好可怜啊！不洗澡睡不着，伤口还会恶化，到时候我岂不是要自责死了？我是来照顾他的，就当是医疗护理，专业护理，对，我可以的。那好吧，说好了，我只给你擦背，其他的你自己来。好啊，谢谢你，沐烟。等等，怎么好像是我自己主动往坑里跳的？怎么有种我被卖了还帮他数钱的感觉？穿衣显瘦，脱衣是野兽。霸道总裁的公狗腰是裹着西装的人间凶器。停停停，苏沐烟，你是霸道总裁文看多了吧？怎么满脑子都是废料？再用力一点。啊？你说什么？这样，再使劲一点。我自己来。要是被别人知道我在老板家给他擦身体，我干脆别做人了。你干什么？对不起。先这样吧，剩下的我自己来。好，那我先出去了，你自己擦。
tell me everything okay before you can hurt me. 苏沐言，干嘛？你对我到底什么感觉？员工对老板的，崇拜，对崇拜、尊重、敬畏。就只是这样？对啊，要不然呢？好了，你先洗吧，注意伤口。你怎么这么快？我刚刚出门的时候，你不是还在家吗2轮哪有4轮快？为什么不坐我的车？万一被同事看见了，慕言，今天这么早？刘姐早。眺望云海中恋恋长风，落日余晖皆在眼动。群霞与副总早。月光与早。一会儿把10点要开的会议资料直接送到办公室过一遍。好的，副总。他是在撩我。副总，这是你开会要用到的资料。看什么呢？看你改到哪一步了，我好学习一下。这里数据不够清晰，这里措辞不够严谨，还有这里，你刚才看的不是资料。我藏起的秘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一瞬间，在童话里的秋天，其实够。副总，不可以，这是在公司，办公室恋情是不被允许的，就算是老板也不行。刚才资料里好多错别字，苏秘书，多看看字典，少看点黄色废料吧。副警视，你改完10点前送过来。看什么呢？公司财报。拿反了。啊，反正看也别有一番风味。
还没这么仔仔细细的看过他，感觉现在的他比白天少了份清冷，多了份温和，连看书都这么好看。苏沐烟，干嘛？想看，大大方方看。没有啊，谁说我在看你了？我开始怀念你说真话的能力了。自从手链丢了之后，你说的都是口是心非。哎，好热啊！家里是不是开暖气了？热。现在可是深秋啊。哎呀，那没有，肯定是热的。哎呀，太热了！哎呀，我要去睡觉了。睡不着，什么都睡不着。怎么一闭上眼睛就是不起身啊？睡不着啊？嗯。苏沐烟，你对我真的只是员工对老板的情感吗？对啊。我不信。那房客对房东？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对你不仅如此。从很早之前，我就开始接受你闯入我的世界，慢慢习惯，到现在，我依赖你的存在。无论是你紧张时搓手指的样子，还是瞪眼时嘴硬的样子，或者是偷看我被我发现后慌乱的样子，我都喜欢。你对我一点喜欢都没有吗？我们身份差距太大了，大到我不敢轻易接受这份喜欢。我喜欢你，我跟你喜欢我一样喜欢。你刚才说什么？我刚什么都没说，是红绳让我说的，不是我说的，不算数的。红绳说的可都是真话，我记住了。从很早之前，我就开始接受你闯入我的世界，慢慢习惯，到现在，我依赖你的存在，我都喜欢。你没事吧？没事。我来吧，不然会见到你。连煎个蛋都这么帅，穿浴袍好看，穿家居服也好看。把盘子给我一下。반짝 구름이 지나간 하늘 간지럽게 부는 바람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我的工作转正文件吗？我的工作转正文件吗？恋爱关系确认权益保障协议。甲方傅景深自愿与乙方苏沐烟建立恋爱关系，期限为无限期。乙方共用甲方所有财产与权益，乙方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只需接受甲方的喜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谈过恋爱，这是我能想到的方式。我想给你保障，让你有安全感。跟你谈恋爱，像中了彩票一样。我也要加一条。什么？
试用期协议，1个月内，如果你要是表现不合格，或者是有任何违反恋爱关系的行为，我有权单方面解雇你，并且不支付任何的赔偿。好啊，一言为定，苏老板。喂，妈。嫣嫣啊，你是不是把朱砂红绳弄丢了？还是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几天心慌的厉害。妈，你这也太神了！那根红绳前几天确实是断了，不过后来又接上了，但是昨天晚上还是被风给吹走了。大师当时算到这红绳会有这一劫，大师说了，福利已散，颜真归于本心，这也是另一种好的结果。我知道了。太好了，这样我就不会出现控制不住自己的情况了。不过，我就不能那么快的帮你做出判断。妍妍，我当初破格录用你，是因为你简历上实打实的项目经验和应变能力，不是任何玄幻的东西。你要相信你自己。我一直很相信我自己的实力。我知道了，公司聊。天恒公司有动作了。走，我们一起去。副总，我们刚收到消息，昨晚天恒集团接触了我们云溪项目组的2个工程师，开出的薪资翻倍，还承诺股权奖励。哪2个？张恒和刘明远，都是边缘项目组，不接触核心数据。但云溪的采购清单最近出现了变化，他们紧急加购了一批服务器，型号和我们云书测试的完全一致。他们连硬件配置都想抄？不止。高奇，去查一下天恒集团最近3个月申请的技术专利，尤其是关于智慧城市方向。已经在调查了，但需要时间，尽快。另外，盯紧核心团队，有任何人离职或者异常接触外部人员，立刻汇报。明白。你觉得是天恒想抄袭我们的技术，还是有人卖了信息？都有。傅正国最近在接触天恒的人。你觉得是他？在没有证据之前，都只是猜测。但我们要做好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暂时不用，你先熟悉一下云溪的整体架构，之后可能需要你帮忙。好。还在看呢。我把天恒近半年公开的专利申请和技术白皮书都过了一遍，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说说看。他们公司今年申请了20多个智慧城市的相关专利，但仔细看，很多技术细节不完整，像是拼凑的。而且，他们有些技术和我们早期一模一样。你的意思是，他们拿到的是不完整的资料？对啊，如果他们买通了核心人员，那他们应该能拿到完整的代码。现在这么看来的话，只有大概的框架，还有方向性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他们没拿到，或者说没人敢卖。他们应该会加大力度。傅正国参与其中的话，接下来一定会有动作。我们等他们出手就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急什么？狐狸的尾巴藏不住，我们只需要捕捉好网就行。目前核心模块开发完成度78%，预计3个月后进入内测阶段。进度不错，比预期快。江深确实能干了。不过我听说最近天恒集团也在搞类似的项目，动作很大，对我们有没有影响？二叔消息很灵通啊，天硕集团的确在布局城市智慧，技术路线和我们完全不同。是吗？哦，那就好。
不过还是要小心，尤其是核心机密的安全。公司一切正常，如果有异常的话，我会处理。那就好。健身呐，你年轻，用人上要谨慎。有些新来的员工啊，背景不清，又突然得到重用，容易成为对手的目标啊。二叔说的是谁？不妨说说。我哪有什么目标指示你呢？只不过是提醒你，毕竟苏秘书来公司时间不长，又深得你的信任，难免会有人动歪脑筋。当然了，我可不是说苏秘书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提醒你多留点心眼。副董，多谢你的关心，今后我一定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会给公司添负担。年轻人懂事就好。既然二叔提到了安全，正好，我宣布一件事情：从下周开始，由苏秘书配合监察部，将会对云书项目资料访问权限进行全面核查。所有接触过核心资料的人员，包括在座的各位，都会纳入核查范围。江晨，你这是防范于未然。散会。你这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实在是高，明面上是把我放进去，实则是让傅正国找不到推辞。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会放松警惕。他以为他是在点你，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动你。和我们预想的一样，他今天提我，绝对不是偶然。他是想试探你对我的信任程度，还有股东们的反应。如果我不护着你的话，他就会继续加码。可如果护你太明显，他就会拿你当突破口。你让我参与调查，是想让傅正国以为我是挡箭牌？并不，我是真的需要你的调查。你聪明敏锐，而且我信你。好，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小心，因为你已经被他盯上了。我不怕，只要有你在。辛苦你了。那个，我去调查资料。副总，天恒接触过的那2个工程师，在离职前1周频繁访问了早期的数据库，从那里能拼凑出我们公司的技术方向。访问记录能查到是谁的权限吗？用的是公共账号，但有3个人知道密码：研发部的陈总工、IT 部门主管，还有副董的特助周明。周明，对，他们3人的密码是定期更换的，理论上是只有本人知道，但也不排除有人通过其他途径获得。那段时间周明在做什么？他出差了，在外地，所以要么是有人用了他的账号，要么是他本人在远程操控。查 IP。另外，调取那几天的监控，看看都有谁接近周明的公务。监控我已经查过了，但这几天的录像被覆盖了。覆盖？谁批准的 ？IT 主管说是周明口头要求的常规维护，他就让人覆盖了。好一个常规维护！先不要惊动他，继续查。我要的是能指向幕后指使的证据，不是一个小喽啰。明白。这一看就是傅正国指使的。现在的问题是，证据链不够完整。懂，他会再出手的。还在想白天的事啊？如果真的是他，你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是你二叔。那又怎样？他动公司的时候，有想过我是他侄子吗？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我不是一个心软的人，该负的责任我不会躲的。我不是担心你心软，我是害怕你难过。被自己的亲人背叛，怎么可能不难过？习惯了，从小我就知道这个家不简单，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有你在我身边。傅景深，不管发生什么，我
会一直在。苏沐音，不管发生什么，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听说了吗？监察部在查云舒的访问记录，好像发现有人泄露资料，肯定是内部人干的。听说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总裁办新来的。不会吧？副总那么信任他？就是因为信任才更容易下手啊！而且他才来公司多久，凭什么爬那么快？聊什么呢？这么热闹？没什么，我们就闲聊。闲聊。走。苏秘书，辛苦了。最近啊，公司的风言风语多，让你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吧？谢谢副总关心，我清者自清，不怕。哎呀，年轻人呐，有骨气啊是好事，但有时候光有骨气不够，人呀得有脑子。你知道公司为什么会有人怀疑你吗？愿闻其详。就是因为你啊跟景深走得太近了，近到有人会觉得你会利用他对你的信任去做任何事。人有时候啊站得太高，摔下了会很疼的。副总放心，我站得稳，不怕摔。倒是您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为了公司的事情过度操劳。好，那你自己小心了。这是过去1周的调查记录 ，IT 主管那边我们反复问过，他坚持说是周明口头要求的覆盖监控，并且没有书面记录。那周明本人怎么说？他说自己从没要求覆盖监控，也没有泄露密码，是有人在陷害他。他反应如何？反应很激烈，还要报警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对劲，如果他真的是被陷害了，那他肯定会配合调查的，不会主动报警，把事情闹大。继续查周明的通信记录和银行流水，尤其是和傅振国有关的。另外，天恒那边有什么动静？他们还在推进项目，似乎研发进度卡住了，最近在疯狂招人。卡住就对了，他们拿到的是不完整的东西。莫言，你之前分析的没错。那我们现在还是继续等吗？等，但是你要准备收网的绳子。高姐，你想办法查一下傅振国和天恒高层那边有没有直接的资金往来。明白。莫言，你刚才反应挺快的，越来越像一个老手了。那是师傅教的好嘛。还在看？你不觉得奇怪吗？傅振国为什么要用这么明显的方式？周明是他的特助，用他的账号，还让 IT 主管覆盖监控，这些太容易被查到了。你的意思是？也许他是故意的，故意让我们查到这一步，等我们再查下去，就会掉入他设计的陷阱里。比如周明突然畏罪自杀，或者是承认是他干的，再咬出某个替罪羊，到时候线索一断，傅振国反而还成了受害者。他在钓鱼。对，你猜他会不会着急一口咬下去？那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继续查，表面上装作已经上钩，让他以为我们信了周明是主，实际上暗中盯着他的资金链。好主意。莫言，我越来越觉得当初破格录用你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别夸我，我会飘。飘着吧，我接着。Where do we belong? Where did we go wrong? If there's nothing here, why are we still here? 云舒项目泄密事件调查至今，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把公司搞得人心惶惶。更令人担忧的是，最大嫌疑人苏沐烟，至今仍在参与调查，这合规吗？副总，您有证据吗？我有证据，有证据我就直接报警了。
正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更应该让他避嫌。我建议立即暂停苏沐言的一切职务，由第三方介入调查，否则我无法安心。二叔，说完了吗？说完了。好，那么轮到我了，高晴。这是 IT 部门提供的系统日志，异常访问的时间点，苏秘书都在参加例会，有会议记录和监控，他根本没有时间接触终端数据。另外，关于周明，他的银行账户在3个月之前有一笔50万的资金进项，来源是一家离岸公司，而这家公司和二叔您控制的慈善基金会有联系。胡说！你这是污蔑！污蔑？那麻烦二叔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昨晚周明连夜出逃？二叔，怎么不继续了？周明出逃？哼，简直是无稽之谈！傅景山，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周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特助，对我忠心耿耿，怎么可能出逃？还有你，拿一份不知真假的流水就想来栽赃我，我看你们就是想联合伪造证据，搅乱董事会。副总这边有监控有流水，证据链很完整，你真的和周明没有关联吗？关联？我看就是他傅景山为了夺权，故意设局害我。周明一定是被他抓走藏起来了，还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二叔，事到如今你还在随意。周明现在在哪儿？你很快就会知道了，等着瞧。人证物证都不全，我看你怎么诬陷我！他在联系周明，大概率是想拖延时间，销毁证据。已经晚了。副总，周明抓到了，他在机场被拦下，身上还带了一张50万的现金支票，还有一本伪造的护照。他招了吗？他刚开始还嘴硬，看到银行流水后，他就全招了。他说是傅正国指使他做的，那50万是封口费，让他顶罪。傅正国承诺，只要他扛下所有，出来后就再给他200万。周明有证据吗？有，他留了一段录音，还有傅正国给他的书面指令照片。现在人证物证齐全，傅正国他跑不掉了。好，可以通知警方抓人了。明白。终于要结束了。还没有完全结束，傅正国不会轻易束手就擒的，他手里还有股份，还有支持他的股东。明天董事会，他肯定会最后一搏。那我们就准备好所有证据，让他无话可说。慕言啊，这次多亏了你提醒我将计就计，不然我就掉坑里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止，你做的比任何人都多。等事情彻底结束之后，我满足你一个心愿。你说的什么愿望都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副总，天恒那边有突破了。说，天恒集团的 CTO 赵志远被我们的人接触后，态度出现了松动。他提供了一份录音，是傅正国跟他的通话片段。太好了，配合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傅振国指使窃取商业机密。另外，赵志远还愿意出庭作证，条件是保护他和他家人的安全。答应了，明天董事会一次性解决。明白。
2000万，傅振国还真是下血本了。他以为能翻盘，结果把自己给埋进去了。你说明天他该不会当场翻脸吧？如果他翻脸的话，正好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真面目。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知道。今天的董事会，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云书泄密事件调查至今，不但没有结果，反而让公司内部互相猜忌。我怀疑有人利用职权包庇真正的泄密者，甚至伪造证据陷害他人。二叔，你说的有人，是指我吗？你敢说周明那些证据不是你伪造的？周明跟我10几年，怎么可能背叛我？那你听听这个。资料我已经让人发给你了，2000万按老规矩走，你那边尽快把这个人推出来，别给华商留机会。副总，这是伪造的，是剪辑的。伪造？那这些银行流水呢？你早就设计好了。二叔，不是我设计，是你自己走得太远。傅振国先生，你涉嫌商业窃密罪、合同诈骗罪，请跟我们走一趟。放开我！傅景山，你别以为你赢了，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最新消息，天恒集团昨日紧急宣布推迟智云系统上市计划。有匿名技术专家向媒体披露，该系统核心框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疑似源自多年前某车企已废弃的测试技术。本台记者获悉，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哇，没想到你的心也这么简单。知足常乐吧，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厉害。在国外总不能天天吃汉堡吧？味道好吃吗？好吃。副总，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副总，虽然还没转正，但称呼能不能提前改一下？还有，苏老板，考虑什么时候给我提前转正？那就看傅先生今天晚上的表现喽，毕竟在试用期。差不多了，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就好。他怎么连后脑勺都这么好看？脖子线条好性感，锁骨想咬一口。身材肯定也很好，上次遇事都没看清。醉了？没有，就是有点热。你的手冰冰冷冷，好解热。那考官大人，今晚我及格了吗？饭做的不错，加分。但是长得太帅，扣分。容易招桃花。
那怎么办啊？我要怎么样才能不扣分？盖章，盖了章，你就是我的人了，别人就抢不走了。干什么章？傅景深，我的试用期男友，我今天批准你提前转正了。